年初以来，美国经济或已步入衰退区间，但美股却表现强劲，似乎与美股在经济衰退期必有一跌的历史规律相背离。历史回溯来看，这类反弹的持续性、杀盈利阶段美股免于下跌的可能性等视频分析可供参考。疑问：强现实与弱规律。年初以来，美股强势反弹，与历史规律相背离。年初以来，美国市场风险偏好明显提振，美股表现强劲。美股反弹的同时，美国经济似乎却已迈入衰退的区间。1月6日以来，美国3大股指集体反弹。截至2月3日，道指、标普500、纳指分别上涨 0.9%、6.2%、13.6%。与此同时 ，Bloomberg 观测的6个指标中，已有3个出现了高点。从历史经验来看，2022 Q4 大概率会被定义为衰退。当下，新订单指数等领先指标均指向美国经济或难逃衰退。随着货币政策紧缩效应的强化，美国经济下行压力或将显现。历史回溯来看，美股在美国经济衰退期的下跌从未缺席。本轮美股的反弹似与历史规律杀盈利背离。1955年以来，美国经济共经历了10轮衰退，有2方面共性特征。一历轮中，美股最低点均出现在衰退开始后，多数衰退周期中，标普500相对衰退起点回调约 20%。美股最低点一般在步入衰退后1到2个季度时出现。2历轮衰退中，美股均经历了 EPS 的回调，回调幅度通常在 10%到20%间。杀盈利通常在衰退起点前后2个月内开始，持续约2个季度。2问：衰退初期反弹的历史案例，典型如1980、2001年，与当下环境大为不同。美股衰退初期的反弹并不多见，与当下类似。1980年初、2001年初美股反弹的动能同样是衰退预期的阶段性降温。1955年以来的10轮衰退中，发生在衰退初期的反弹并不多见。1980年1月，美国经济的昙花一现，工业生产指数一改下行趋势，增长 1.3%， 提振了市场的风险偏好。标普500在30个交易日内反弹 12%。2001年4月，美国一季度经济数据，3月 PMI 的超预期是美股反弹的主要驱动力。标普500在32个交易日内反弹 18%。1980年、2001年的反弹只未能延续，当下宏观形势可能更差，正是步入衰退的过程中。本轮美股或难逃一跌。1980年2月15日，美联储加息使反弹戛然而止，随后标普500回撤 17%。2001年5月下旬，弱势的美股 Q1 业绩重新点燃市场悲观情绪，随后标普500大跌 25%。当下，美国实际消费需求动能趋弱，主动去库更将加速经济下行，而且目前美股估值远高于1980年，通胀形势差于2001年，本轮美股的回调风险仍不容忽视。3问：衰退阶段市场较早反转的历史案例，宽松转向下的1960、2022年，本轮或难再现。衰退周期的杀盈利阶段，货币政策的大幅宽松或能使美股免于下跌。近10轮衰退周期中，仅1960年、2020年2次，美股在杀盈利阶段不跌反涨。1960年7到12月，标普500指数 EPS 回调 12.39%， 但期间美联储大幅降低贴现率1个百分点，同时将股票交易保证比例由 90% 下调至 70%。流动性宽松的驱动下，美股在1960年10月见底回升。2020年疫情期间，标普500指数 EPS 大幅回落 16.08%， 但在 Q1 重启刺激下，美股也在2020年3月触底反弹。本轮美股杀盈利的压力即将显现，但有别于1960、2020年，当下美联储加息周期仍未结束，宽松周期或难快速开启。截至2月5日，标普500指数 EPS 岁线回调，剔除能源业后也仅回调 1.6%。
向后看，劳动力供求紧张，推升人力成本；前期商品价格高位补库，推升生产成本；发行利率飙升，推高融资成本，商盈利压力即将显现。然而 Q4 前降息几无可能，美债期限利差的倒挂空间也将制约10Y美债利率短期的快速走低。本轮商盈利，美股或难逃一跌。风险提示：美联储货币政策收紧超预期，海外经济衰退超预期。